戴奇发表言论的场合是美国全国鸡肉协会的年会。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不但有美军和美元这两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刀，也有强大的科技，还有强大的农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说说中美关系再不改善会引发大火吗？恐怕是美国要上内火吧。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如今美国方面的负责人呢换成了一个叫戴奇的女人。这个戴奇最近说了不少的软话。据路透社报道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在当地时间10月28号表示，他要缓和两岸的紧张关系，因为目前的贸易关系犹如一堆干柴，随时可能因为一个误解引发大火。我们注意到戴奇发表言论的场合是美国全国鸡肉协会的年会。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不但有美军和美元这两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刀，也有强大的科技，还有强大的农业。有了足够的食品供应，美国才可以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问题上搞风搞雨。所以美国的农场主们在政治生活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党派选举影响力也很大。这些政客们对农场主都是陪着小心的。在中美贸易尚且正常的那些年代里面美国各路的农场主从中国市场上赚了不少的钱，包括小麦、大豆、牛肉、猪肉和鸡肉等等。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后美国养殖场主们的对华出口受到巨大的影响。虽然美国社会总体转向反华，但人总是要吃饭的，农场主们也一样，所以他们对于中美贸易是不是能够恢复正常是非常敏感的。在诸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中，鸡肉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鸡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大规模养殖的禽类。美国的鸡肉产量极大，2020年美国成为向中国出口鸡肉的全球第一大供应国，而且中国人不但吃鸡肉，还吃鸡爪、鸡胗、内脏之类的鸡杂，这为美国养殖场主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我们特别要说说鸡爪子。2020年中美贸易战正酣，美国仍然向中国出口了超过20万吨的鸡爪，价值4.61亿美元。但是在美国国内这些鸡爪只能作为工业用途卖出2230万美元。也就是说，鸡爪出口中国让美国养鸡场主们多赚了20倍。除了鸡，猪的身上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包括猪蹄、猪脑、猪肠等等。美国的养殖场主们从中国身上赚了多少超额利润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了，鸡这笔钱在中美贸易当中可能只是一个零头，但是20倍的利润已经足够影响一大批养殖场主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了，进而影响其他农场主的政治选择。如果因为拜登政府倒行逆施，让中美贸易遭遇更大的伤害，养鸡场主们没有办法赚到这20倍的利润，简单的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他们会如何的漏火万丈。所以戴奇所说的干柴烈火未必是发生在中美之间，美国内部对于美国的农场主，政客们是得罪不起的。农场主们一发火，顾客们就不敢一意孤行了。美国是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农场主把自己形容成农民，但是这些农民是拥有大片的土地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们不应该被叫做农民，而应该是叫做地主。只不过因为美国的农业水平比较高这些地主们更多的是靠机械和设备来种田，不存在残酷的剥削贫雇农的情况。地权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私有制国家当中大小地主显然就是政权的基础。如果地主们对政府的政策不满，那可不是要燃起大火了吗？所以我们估计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拜登政府可能会被迫把中国的清单拿出来看看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答应的，但是期望中美关系就此走上正常恐怕是不现实的，甚至连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也不会那么容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归根到底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乏力，迟迟不能突破新一代的产业技术，而中国追赶的速度比较快，美国在很多产业领域已经不占优势了。为了避免被中国全面的追平和超越，美国试图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活动，把中国锁死在低水平、低利润的低端产业上。但是美国的农场主们却拥有绝对的产业优势这种优势一部分来自于科学技术，另一部分来自于美国的自然条件。美国土地辽阔肥沃，降水适量，是全球最适合搞农业的这么一块大陆，这是中国所无法替代的。所以
所谓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农场主们的怒火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缓解这样的矛盾，要想彻底的消除，恐怕还是做不到的。其实美国要是把心胸放得开阔一点，围绕自己的农业优势，大力的加强第一产业，加强对中国的粮食、肉类、奶制品的出口，加上原油、天然气的大量的对华出口，或许能够让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情况得到显著改善。你一味的顽固的抱着打压中国产业升级的想法，完全是以正道背道而驰，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